不择手段是豪杰，不该出众真英雄。师父对即将下山的何安夏如是说，彼时他还不太能理解这番话。何安夏20岁那年，天下不太平，道观里闹了饥荒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，师父只能让师兄弟们比武决定去留。何安夏正恭恭敬敬地作揖，二师兄陡然发难，一拳砸向了他。何安夏虽然看着不着调，整日里嬉皮笑脸，但功夫却是观里最好的。他3下5除2就解决了二师兄和一众围攻而来的弟子。他以为赢了就可以留在山上，没成想师父却说赢了的人本事大，要自行下山找口饱饭吃，一门之隔就是2个天地。师父叮嘱了几句，何安夏自此便一脚踏入了纷扰红尘。山下的世界多的是何安夏没见过的东西。他在马路上穿行的车流间翻飞跳跃，围观的人纷纷拍手叫好。一个衣着华贵的夫人扔出几个赏钱，无功不受禄。何安夏一脚将钱踢回。夜间的街道也灯火通明，人满为患。何安夏不知道钱的好处，他那一脚把一顿饱饭给踢飞了，立刻知道了挨饿的滋味。饿极了的他直接当街抢了别人的荷叶鸡。这人叫崔道宁，是个大夫。荷叶鸡是带回去给夫人的。崔道宁骑着自行车紧追不舍，两人穿街过巷，直冲进路边的河水中。何安夏身手矫捷，腾空跃起，抓住了亭台上的横梁。骑着自行车的崔道宁没有刹住，连人带车一头扎进了水里。眼见崔道宁在水里不断挣扎，何安夏扔掉鸡跳下水将他救起。崔道宁非但没有怪罪何安夏抢荷叶鸡，反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两人不打不相识。崔道宁见何安夏无处可去，便将他带回了自己家，还让他叫自己师傅。两人回到崔道宁的医馆，其貌不扬的崔道宁却有个如花似玉的妻子，妻子名叫玉珍。刚刚看完戏，是崔道宁弟弟道荣送他回来的。何安夏不忘师傅的教诲，晚上勤勉练功，白天就在医馆做些杂活，过上了有吃有喝的好日子。医馆里日日人满为患，何安夏也穿上白大褂，成了崔道宁的助手。何安夏是个好学的，他看着崔道宁一把手术刀治遍天下人，便恳求崔道宁将这功夫传给他。崔道宁将赚来的钱拿出一半给了弟弟道荣，弟弟话里话外明嘲暗讽，将一盒膏药递给崔道宁，表示2个向前。崔道宁却不生气，笑呵呵的想要维护这段兄弟情谊。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却让崔道宁脸上的笑再也挂不住。弟弟道荣拿药店换了枚戒指，崔道宁生气地表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铺子，怎么能不商量一声就卖掉了？道荣反驳说崔道宁为了一个女人神仙都不做了，和谁商量过？崔道宁闻言拿着膏药夺门而出，何安夏赶忙追上。崔道宁这才说起了自己从前也是个道士，却因为对玉珍一见钟情，从此便不做道士了。听崔道宁嘴里说着酸溜溜的话，何安夏大笑不止。他说要教崔道宁小周天的功夫用来断玉，但人生70古来稀，10年少小10年老弱，再分开日夜，去掉刮风下雨和3灾6病，人这一辈子还能剩下多少好日子呢？不如及时行乐，这便是崔道宁的人生信条。两人拿了膏药返回家中。夜间，崔道宁和玉珍抱怨自己的弟弟是个喂不熟白眼狼，决定以后1分钱都不给他了，然后告诉玉珍自己有很多钱，这些钱够玉珍花几辈子。翌日，崔道宁吩咐何安夏到容店里拿膏药，却无意中发现了两人的奸情。何安夏不忍心将这消息告诉对妻子爱若珍宝的师傅，他直接找上了玉珍，劝他以后不要再和道荣有瓜葛。玉珍却直言自己爱喜欢谁就喜欢谁。玉珍没听何安夏的话，仍旧来找道荣。没了店的道荣和玉珍哭诉，玉珍便将崔道宁还有很多钱的事说了出来。道荣借着哥哥说膏药不顶事的由头，将一个药丸交给了玉珍。回到家的玉珍向崔道宁坦白了自己出轨的事，他以为何安夏会告诉他，玉珍还说自己以后不会再见道荣了。玉珍的痛哭声惊醒了何安夏，他飞身来到2楼，床上的崔道宁却早已气绝身亡。何安夏想起了崔道宁对自己的好，他后悔没有早点将道荣和玉珍的事说出来，也许说出来崔道宁就不会死了。他拿出装过药丸的盒子，心下了然。崔道宁刚刚下葬，道荣就堂而皇之地搬了进来，还当着何安夏的面和玉珍打情骂俏。两人正欲出门游湖，何安夏拦下他们，说今天是崔道宁的头七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道荣伸手打了何安夏一巴掌，摔门而出。玉珍也不顾阻拦，执意要出去。何安夏跪在崔道宁灵前，他心里有恨，便要做些事来了却这些恨。玉珍和道荣相对而坐，他质问道荣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哥哥。也许是此刻才看清了道荣无情无义的本性。玉珍起身准备离开，但此时船里却漏起了水，出去的门也被锁了起来，船很快就被灌满水，沉入湖底。这一切正是何安夏做的。何安夏虽然报了仇，但内心却十分挣扎。他跑上山，进了一座寺庙，住持如松质问何安夏，既然觉得自己没错，为何要跑到庙里来磕头？何安夏直言就是心慌，来庙里躲一躲。如松让何安夏跪在佛前好好忏悔，问问自己到底是行善还是作恶。早在把船凿沉的那一刻，他心里的信仰就坍塌了。何安夏在庙里入定7天，跪遍了天下万物，却还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对还是错，也安定不下自己心里的恶念。何安夏回到医馆，一叫赵新川的年轻人想买罐药酒，敲门没人应，便从门外打坏了里面的锁，叫醒了柜台上睡觉的何安夏。何安夏好奇赵新川究竟是如何做到隔空打雾的，赵新川便当场演示了一遍。
何安夏看着啧啧称奇，他让何安夏配一罐治内伤的药酒，再过几个时辰师傅就要和他比武，这坛酒就是他的孝心。何安夏表示只要把刚才那招交给自己，这坛酒就不收钱了，抱着药酒离开了。何安夏偷偷跟了上来，赵新川和自己的师傅彭前吴在篮球场一较高下，他将怀里的酒毕恭毕敬递给彭前吴，岂料彭前吴却突然发难，连续重击赵新川面部，然后将他一脚踹飞。等赵新川爬起来，彭前吴则阴恻恻地告诉他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大雨倾盆，两人很快又缠斗在一起，两人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打得有来有往，一根细细的钢丝也成了两人的擂台。赵新川拉住失足落下钢丝的彭前吴，却被他反手打倒在地。最终赵新川使出九龙合璧反败为胜，他拉起倒在地上的彭前吴，坦白自己偷学了师傅的九龙合璧。彭前吴笑嘻嘻地说自己老了，要将太极门掌门之位传给他，还义正言辞地说功夫是天下的，不是彭家人的。赵新川以为师傅原谅了自己，就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却被一刀刺中要害。只要赵新川在，彭家的小辈就难以服众，再加上他偷学了九龙合璧，彭前吴怎么可能让他活着？何安夏看着这师徒残杀的一幕，惊讶地捂住了嘴。第二日，医馆又迎来一位不速之客，来人是彭前吴的儿子彭七子，他声称要给父亲配一副治疗内伤的药，还想借医馆的厨房烹制野味。何安夏应了，热油滋啦作响，没过多久，两人便相对而坐，看着锅里的美味。何安夏正想伸筷子，就被彭七子拦下，他要跟何安夏打听个事，问他认不认识赵新川，就是赵新川打伤了自己父亲。没等何安夏回应，他便夹起一块肉送到了何安夏嘴里。刚把肉咽下的何安夏整个头就像是被人扔了个炮仗，原来这野味是个毒物。彭七子得知赵新川死在了自己父亲手中，也夹起一块肉吃了下去。两人的造型别具一格，这毒物吃了以后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到旁边的小庙抢走功德箱里的钱，说干就干。二人大步流星来到庙里，抱起功德箱就走。一个拿着扫帚的男人拦住他们，并将功德箱拿了回来。二人心有不甘，再度返回，想要抢回箱子。何安夏和彭七子返回庙里和男人对峙，这男人叫周希宇，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几招就制服了彭七子和何安夏，将两人重重甩了出去。二人吐出黑血，毒便解了。彭七子自知不是对手，脚底抹油溜之大吉。何安夏清醒了过来，要不怎么说他好学呢？立马又认了个师傅，想要学周希宇的招式。回到家的彭七子和父亲说起了遭遇，彭前吴指着一张照片让他认人，不成想周希宇正是彭前吴的师弟。何安夏收拾行装来到道观，他坚持要拜周希宇为师。周希宇给他表演了一出花式扫地，然后吩咐他扫完再来找自己。一个在道观里求完签的姑娘出门遇到了何安夏，称何安夏是自己的贵人，求他帮忙给自己个孩子。何安夏说求子应该到观音庙和光明寺。夜里何安夏辗转反侧无法入眠，他找到如松住持寻求开解，又和周希宇促膝长谈。周希宇向何安夏讲述了自己和彭前吴之间的恩怨，两人师出同门。彭前吴是师傅的亲儿子，师傅临终前却将家族绝学元基术传给了自己，从此师兄弟两人便结下了仇。周希宇不愿兄弟相残，便离开了太极门。两人刚说完话，彭前吴也随即赶到，他让周希宇交出元基术的秘籍。周希宇拿出自己多年修炼编撰出的心得，彭前吴却不相信他能轻易交出秘籍，直接将其扔进火炉。两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，屋里火星四溅，二人闪转腾挪从屋里打到屋外，彭前吴却招招杀机，一直留有余地的周希宇自然落了下风。何安夏出手帮忙，却远不是彭前吴的对手。两人缠斗之际，周希宇坐在窗边屏息凝神，月华流入他的身体，调动起12经脉的真气，这就是元基术。元基术的要领就是一个快字。彭前吴见此情况，准备遁走，他走出院门就使出了九龙合璧。周希宇眼疾手快地带着何安夏躲了过去。等彭前吴开门查看的时候，周希宇飞身而出，一把扫帚耍得威风凛凛，最后在月光照耀下引起缸里的水朝彭前吴狠狠砸去。身受重伤的彭前吴撑着伞转身离开。彭妻子看到浑身是伤的父亲，愤恨不已。何安夏再次恳请拜周希宇为师，周希宇同意了，并将元基术传给了何安夏。原来元基术分为日练和月练，周希宇和好友查老板一起修习，自己是月练，好友是日练，两人历经千难万险才最终练成。夜深了，两人分头回房休息，彭妻子却在这时拿着枪赶到，他要为自己父亲报仇。砰砰几声枪响，周希宇应声倒地，功夫再高也是肉体凡胎。何安夏将周希宇抬回房间，问他是谁开的枪。周希宇不答，只是将那本秘籍交给何安夏，让他去找查老板。何安夏按照师傅的遗愿找到查老板，他是戏园子里颇受欢迎的台柱子。听闻周希宇出事，查老板随何安夏来到庙里，两人是在战场上认识的。周希宇救了查老板一命，两人变成知己。查老板从何安夏处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便推了警察署署长赵立人的契约，要去为周希宇报仇。赵立人觉得被驳了面子，万般阻拦，都被查老板一一化解。赵立人哪肯善罢甘休，他找上彭前吴，让他帮自己干掉查老板。何安夏和查老板也来到了悦来客栈，撞上了先到一步的赵立人，他扬言明日自己会带着彭前吴在城外的酒里松等他们，把几人间的恩怨了结。
坏人猖獗是因为好人沉默，沉默也是一种作恶。茶老板和何安夏如约赶到九里松，彭前吴带来了太极门的所有人。茶老板和何安夏互相配合，很快便解决了太极门的一众门生。茶老板和彭前吴对上，两人的意念在幻境中决斗。茶老板率先中刀，二人回到现实继续展开对决。茶老板乘着日光一跃而起，一招就制服了彭前吴。彭前吴将周希宇的死揽在自己身上。彭妻子见此情况，举着枪说周希宇是自己杀的。为了让儿子活下去，彭前吴夺过茶老板的长枪捅向自己，他用自己的命抵了周希宇的，想为儿子搏一条活路。赵立人趁机打出冷枪正中茶老板，何安夏疾步追上他的车，茶老板手持银枪站在车前挡住去路，然后以一己之力挑飞了车子，在落入湖中的瞬间车子爆炸，赵立人自然是没了活路。执念了却，何安夏和茶老板重新回到山上潜心修炼。这场红尘之旅也终于让他参透了大道。影片华丽的外衣下是矫揉造作的说教和过于突兀的故事情节，为了显得高级而刻意夹杂的高深莫测的东西，让影片的后半段变得混乱臃肿，最终呈现出来一部流于形式的作品。